我们开始。这一支很特别。对。哦。怎么念 ？Frank Boccolette。对。他的名字。Boccolette。Frank Boccolette。对，他就用他本人的名字当品牌命名。好。对。然后这一支是灰烬。灰烬。哦，这我们上次直播有闻这一支。对。然后那时候对这品牌都不知道，对，但我们一拿出来就，这支是好闻的，大家就是说，这支是他们家高定里面就是比较有名的一支。哦，所以它是有其他款，它也有高定款，它也有好几个，我看它的那个国外官网，就是它有好几个系列，这是其中一个系列。对。然后我们上次有另外一支，蓝月也是另外一个系列哦，对，所以这个牌子事实上不陌生，那但是只是你不晓得它有什么样的系列，对不对？是这个意思吗？对，牌子也陌生牌子也陌生，因为它是，就是其实沙龙香在国外非常非常多品牌，对，真的是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，对，但是我们社团很多人都知道啊，真的啊，对，所以我们的老师其实就是我们的客户了，对不对？其实很多都是我们被问说有没有许愿，对，有没有这一款，我们才认识哦，原来做功课才知道有这个牌子，喜欢，然后都会去了解国外大家现在喜欢什么香水，对，然后就去找这样。没错，很多我们的观众事实上都是我们的老师，好，谢谢老师，就是教我们很多，才知道哦，原来有这个东西，对啊，然后因为哇，真的很赞哎，对，我们都是许愿的时候进来之后才知道这个牌子，是啊，然后我们现在也正在建立我们的香水资料库，就是尽量让每一支都可以拍成影片。是。那如果你喜欢我们这个想法的话，那你也有在看，请记得帮我们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好不好？小铃铛开启。好，那我们会每一天都努力的、认真的拍影片，让你在购买之前呢，能够有一些功课可以先了解。对，至少听我们讲不一定最准确，但是起码是一个有个大概的概念这样。对，有一个概念，有一个了解这样子，好不好？对对。那是不是开始直接？然后因为这个牌子它就是那个创办人他很喜欢摇滚乐，就是法国摇滚乐，然后他是我是不太熟，大卫鲍伊，大卫鲍伊忠实的门徒，就是忠实的那个粉丝啊，对，所以他的所有的香水都是跟摇滚乐音乐有一些关联的。哦，了解 ，OK， 好，大卫鲍伊是谁？我也不知道。我有听过，但我因为这方面没有研究，所以不知道，应该是始祖之类的吧，应该是很厉害的，对，因为我没有在接触摇滚乐，都听过他的名号了，对，好，一定是非常知名的。OK，那这一支它是针对哪一支曲子或哪一张唱片吗？没有，它其实没有特别说是哪一个曲子，但是它可能整个品牌的那种，不管是包装啊，然后它的整个网站的设计、形象、意象图这些都是比较摇滚风的。OK， 好，那我们赶快来试试看这一支。这直播的时候我有闻过，就非常的像是灰烬的味道，真的。好，那可以镜头先给大家看一下。我觉得很有质感。Asians。对，然后它整个瓶身都是黑金色的，不透明的。对。觉得还蛮有质感的，好，就是很简单利落。来试试看。好，我们在早上10点就已经有先喷，我是喷在左手，那我有写记号在这里。对，我也是。已经你看早上9点到现在10点到现在已经几个小时了，现在已经下午4点半了。是，还是有。它味道一样在。对，但是不太一样。对，后调再回来跟大家介绍。那我们先喷现在的感觉，说给大家听一下。这边，这支我很有印象，因为我们那天直播喷完之后，它的持香绝对是很厉害的，因为到隔天都还闻得到。哇！对，而且它如果你身上同时喷好几支，
它的味道会盖过其他支。哦，真的吗？这么强？对对对。所以如果喜欢焚香木质香的话，那这一支绝对不能错过，对不对？对对，我觉得这支很棒。好，那我们先来试试看这一支的前调。它有点焚香，带一点凉凉的草药膏的味道。对，我觉得它从一开始就是很满满的那种雪松现刨的木头香气，非常的明显，然后有一点那种带一点辛香感，熏熏的，然后冲击鼻腔的感觉。OK， 那我有闻到，你知道有一种人家那个润喉的那个果，那个叫什么？枇杷膏吗？不是，八仙果。对，八仙果，对，润喉的。好，一开头有带那么一点点的八仙果的草药味，干的味道在里面。甘草。对，我觉得它有点干的味道。对。那它这个一开始八仙果的味道，慢慢的退下去之后，不，我是讲真的，就我的直觉闻到什么，我就跟大家讲一下。慢慢的比较下去，因为八仙果有点凉感嘛，对不对？那慢慢的这个凉润过喉之后，对，润过喉之后，八仙果吞下去之后，这个焚香就缓缓的冉上升了。有，我觉得有，它就是对，一开始就是我身上是很新鲜的，我刚刚说那种很大量刨开的那种木头香气之外，它就是有那种正在刨，然后你再去细闻它的时候，有一点那种就是熏，一点点微醺的那种感觉，香气在里面。哇，好香哦！而且这一支的扩香其实是蛮赞的，蛮好的，很好，明显，很好。对，就是大概你喷下去之后，大概五步6步的距离，你都一定闻得到，别人都一定闻得到这一支的味道。对。因为早上的时候，就这边喷灰烬这支，对，这边黑月，这边 Lara，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折色花，是，全部这样喷，就灰烬的味道最明显。所以它最显香。好，那说说看这一支目前现在在你身上给你什么样的感觉嘞？我觉得它就是很好闻的木质焚香，然后很新鲜的那种木材的感觉。那我觉得也是有一点在山上的感觉。但它是干燥的。对，它现在慢慢的八仙果退去之后，现在干燥的木头香就出来了。那我觉得这个木头呢，你在山上有没有曾经看过人家有一些雕刻店，木材雕刻店是在山上的？那你走进去，它都很多的木头都是有经过一些雕刻手工，对，我有闻到那个雕刻的味道，非常的活灵活现，很立体。对啊，它不只是木头摆在那边哦，它是已经就是正在作业中的那种感觉。对，正在雕刻当中。对啊，就觉得它是一个很新鲜的味道。是，那如果很鲜明啊，如果这木头在山上的话，我觉得它是面向阳光，大概下午4、5点的阳光，已经不这么的那个烈了嘛，对，不会热。它是面向4点半、5点的这种徐徐的阳光这样子。对，我觉得这支也是一个，因为一般来讲，这种比较木质味比较重的，加上它是焚香，会觉得说，好像不太适合在夏天。但我觉得这一支还蛮 OK 的，它其实是可以的。这支如果是在夏天喷的话，我觉得它就是一下啦，就是你喜欢这个味道的话，然后我觉得它带给你一种那种就是
新鲜的木质香气的感觉，是，然后又还蛮舒服的。而且它里面其实有一点点，它这个焚香带一点凉感在里面哦。我不晓得是什么样的香材，可是这个凉感会让你感觉这个焚香往上不断在飘的这种视觉画面，是，因为凉会让你觉得轻盈嘛，对，那这个焚香热，空气重上升嘛，就慢慢缓缓的这样上去的味道，女生会怎么用这一支？怎么使用？在什么样的场合衣着，你会觉得是合适的？我觉得应该比较适合，微凉的夜晚，或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喷都蛮适合的，或是像是说要冥想啊、静坐这种，我觉得也蛮适合的。对，是一支虽然是焚香，它还是比较宁静沉稳的味道，但是它不重，但是在夏天还是可以带给你那种就是安宁宁静的感觉。是，那衣服上呢？怎么穿？一般其实我觉得一般衣着都可以，只是说就是因为我可能香水就是觉得看心情气氛穿，比较不会分衣服，就是因为就是应该是说我分两种，一种是喷给自己闻的，对，一种可能是搭配穿着，然后是要给别人闻的。对，但我们可能我大部分的香水都是喷自己闻，喷自己闻，自己开心的这样子。对，所以比较就是想看心情，想要用这支，比如说我觉得想要比较沉稳的心情的时候，我就会喷这支。对，那衣着的话，应该因为你可能不会在运动的时候喷，因为运动的时候不需要沉着的心情这样子。对，就是看心情去喷。那基本上会有这样子想要这种感觉的，可能是在山上啊，或是说家里睡觉，你说，或是即使是晚上出去吃饭跟朋友，我觉得其实都可以。OK，或者想要静下来的时候也可以。对，例如最近我接到那个碧华国中，希望我礼拜三下午1点到2点去开一堂课，那这个社团名称随我开这样子，那我就需要静下来思考一下。后来我决定就是要讲关于领导力。所以不要小看，在国中就要先讲领导力。会不会他们就不选这堂？不会，我想会非常多人会大爆满，真的。因为一般人他们一般听到的都是什么排球课啦、国乐课啦，或者说没有人谈这种课，而且在国中就谈，很特别。对，这太重要。那里面的活动内容啦，还有这个课程，我要怎么去编排？我就觉得这时候来用这一支，配上末代武士的电影配乐，音乐这样，整个教案，对，就可以写的。教育局很快就找我了。对，原来国中就要开始学领导力，真的是非常突破性的领导力耶。领导力会不会没人选啊？觉得太重了。放心，至少有5个人，太沉重。至少有5个人会选，就我们的同事。公司5个人。对，全部跟我一起去。对，这个我们不是每天读书会都在念的吗？对，这个教育是很重要的哦。对啊，所以我觉得这一支从小教起，我会用在我在思考的时候。蛮适合的。你有没有想过你在什么时间点上面会思考吗？什么时间点？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？你说一天里面的时间点吗？不一定。你做什么的时候你会思考？决定的时候啊，决定事情的时候会思考，或者遇到问题的时候会思考，对啊，然后做完一件事情的时候会思考 ，OK 之类。好，那你应该是比较遇到事情思考的，那我是随时随地都在思考。我特别2个时候我已经研究过了，第一个开车的时候我会想事情，就是因为这个画面是经过，它就会刺激你的视觉。那你的这个脑袋就会一直转，我觉得是第一个时候。那第2个时候是上大号的时候，对，因为没别的事可以做，对，所以就蹲在那边，想出非常多，还不错，很出色的，对不对？像大航海计划就是我在开车的时候想到，对，因为我一路从台中回来的时候，这样就变集中精神那样，对，边想那样，对。
就想出了非常很赞还可以的想法哦，所以这个前调现在我觉得味道又变了，对，我觉得这支更加沉稳又柔和的，是，对。哦，那其实后调我们已经隔了5-6个小时，已经大概知道了，但我们前段还是要先给它卡一下，对，因为要隔一下时间再闻后段，会比较有差异感、衔接性。对，不然现在马上在闻后段这边，卡调也是一个仪式感，让镜头前的朋友知道说，哎，我们有隔后调在那个，对。那我不是乱讲的，因为我这边已经做记好了。我们早上10点的时候，我这边已经先写好了，好不好？那这边是另外一支，对，好，所以待会回来会讲这里，比较准一点点。待会见哦，拜拜。回来后调，这个即便过了6-7个小时，还是很持香，很厉害。对，我觉得它有个味道还是一直持续很久，而且后面这味道很舒服，很平静。非常有，像我们会去拜拜，对不对？很像那个香烧料不？台语说这个香烧完过后的那个味道，对，就是真正是余烬。烧料的时阵，跟这个等在烧是不同的哦。那目前在我身上就是已经烧完了，对，都缓和了，那愿望也都达成了吗？送上去，还没啦，对，送上去了，对。对，这样形容蛮到位的。我觉得它的现在的后味就是一种很平静的感觉，是，对啊，那有一个味道，不知道是什么，我们可以来看看它的香调里面有些什么，好不好？是。前调有苦外丁香，一开始我觉得比较冲击平香，然后你说的那种有点八仙果的，可能是这个哈。丁香哦，有可能哈。然后再来中调，还有阿特拉斯雪松、维吉尼亚雪松、玉创木、广藿香。广藿香。然后基调嘛，它就是有焚香、一些木质元素、琥珀跟麝香。麝香，对，还蛮好闻的，对不对？琥珀带一点微厉害，但我相信它这个琥珀的比重一定不高，因为琥珀带一些甜跟圆润感，对，它没有到非常的甜，它没有甜到让你一闻就有琥珀的那种感觉，没有。但它可能有蛮柔和的啊，就是有柔和在它的香调里面，是还蛮柔顺的味道。这个是隐居在高山上的僧人吗？对。段数很高的僧人，高僧，非常有画面，我很喜欢。你知道那个《末代武士》这个汤姆克鲁斯这一片，是他虽然是故事以日本为底，对不对？可是事实上他在拍是在澳洲拍的，澳洲，对，选了一个漂亮的山景，那他最后就是决定隐居在山上，对，那这一支的配合这个柔美的汉斯季默大师，让你想起末代武士的音乐吗？对，汉斯季默大师，因为我现在没办法在 YouTube 里面放任何的音乐，他会说你那个有那个什么叫做这个什么版权的问题，所以我没办法跟各位介绍。我有听过，我觉得蛮不错的，他的那个。一开始那种澎湃的这种，跟它一开始喷出来的那个给人的味道冲击感是蛮明显的。对，你要到最后归于平静这样子。对，那大家可以闻这支，然后播那个音乐，对，也或者是再看一部这个电影，因为这一部电影我个人非常的喜欢。大推荐。对，末代武士，他讲的就是一个新旧时代的交替。那你如何这个有一些事情你需要改变，但有一些精神。你不能变，所以我非常大推这一片，这部还有大推好莱坞音乐大师汉斯季默，好不好？汉斯季默到底什么时候才要来？他应该不会来，他的已经演好久了，我演了2年，疫情的关系。给个分数，
9.8。哇，9.8哦，好，给个9.8的原因。对，就是一如既往的说这个会不会买它哦，然后这个价格，我觉得我们那天卖的价格是大家说太佛了，真的啊，对，我们配上它的价格，对不对？CP 值非常值的价格啦，对，然后又好闻，是，然后我觉得是一支很实穿的粉香。OK， 对，像卢丹是有一支。孤女那一支粉香，我个人也很喜欢，那也是一支比较适合夏天。我觉得，现在又多了一个选择，我觉得这支也蛮适合的。这支也是一个，如果你喜欢粉香的话，这支一定要试试看。同意。那所以你把它定调在木质粉香调粉香木质调。OK， 那我也是把它定调在粉香木质调。那我9.7分，为什么9.7分？因为 Cindy 才是。喜欢木质焚香这一挂，那我是花香挂的。那但是以花香挂来闻这一支焚香，我觉得可以到达9.7分，也蛮高分的嘞。高分，好，香啊！重点是它的整个6个小时，从我们开始早上喷到现在，它是每一个阶段都不断的在变化。那它会越来越稳，它的状态越来越稳，就很像心境越来越平静。对，那我很喜欢它这个香已经烧完，它最后剩下在那边停留下来的味道。对，就是就停留在这一刻，就最好都不要再动。我觉得它有那个灰烬的意象在里面啊，有，算是厉害，真的有。OK，好，那非常谢谢今天各位观看我的影片，记得。按赞，对，订阅，对，因为你按赞的话，这 YouTube 会觉得说，这一支影片不错，帮我们推给更多人了解香水，是，好吗？这样子香水资料库才会有更多人知道。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开启小铃铛。好，谢谢，拜拜，拜拜。